2024年还难为人，不给人办护照，我真的气死了。你知道吗？真的是很多地方的人把自己那点权利去为难别人，发挥的淋漓尽致。我一个学生去办护照，大家知道吗？护照就跟身份证一样，去办理就是每个公民的最基本权利。他不给你去办理，他给你去要存款证明，他需要工资的回执单。我想问一下，我没有工作，我爸爸妈妈有钱，让我出去旅行不可以吗？我办护照我不可以吗？是真的欺负人！我去了3遍，去了4遍，连个护照都不给办。大家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，直接跟他要他的警号，去移民局12367打电话去举报他。现阶段都已经那么卷了，很多人。普通人本身出路就不多，能选择就不多，好不容易想要挣扎一下，还被你卡住，真的是太欺负人不带这么个欺负法的，太过分了。近年来，中共当局不断加强对民众言论和人身自由的管控。有网友发文表示，继上海实施对部分民众的出境限制后，厦门也推出了与出境审查相关的新政策。外界普遍认为，现在搬离中国的人太多，引发当局恐慌，因此采取各种手段限制办理护照。根据投资移民公司 Hanley & Partners 的最新报告，2024年估计有15200名拥有100万美元或以上流动可投资财富的中国富人搬离中国，创下历史新高。随着中国经济下行与富豪加速移民，北京数百万美元的空置豪宅比比皆是，花园杂草丛生，十分荒凉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话题。XC 主速速到来5月22日发布推文表示，近日上海多位市民反映突遭出境限制，并传出中国将以国家安全审查为由，对所有计划出国的公民进行全面审核。此举已在上海悄然试点，导致大量民众恐慌。网友表示，现在连出国都要政治审查了，逃跑的时间窗口越来越小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宝一郎，马上出发就要去越南了。之前是和朋友一块约好了，我俩一块去越南，结果他护照没下来，害得我白白等了7天。原因就是他申请旅游国家目的地写的是越南，然后出入境那边可能觉得比较危险，东南亚国家，然后就给 pass 掉了，直接就是退回来了。所以说他就没办得成护照，没申领到。我是之前办的早不讲究这个，旅行国家都可以不用写的，现在必须要写。各位朋友，以后我们申请护照的时候，他会给你一张护照申请单，那上面有个旅行国家，千万不要写那个东南亚的任何一个国家，写了就不会通过。我们要写友好国家，比如伊朗、巴基斯坦、俄罗斯，写这种一下子就给过。如果是写东南亚的任何国家，会有80%-90%的被卡的概率，就是直接被拒了，就护照申请拿不到，你就拿不到的，所以比较麻烦。博主宝一郎说，他的护照都办了8、9年了，当时申请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要求，旅行国家那一栏都不用写，直接就能申请到护照，交钱就给办，身份证复印一下就行。而现在要求就比较严。他说，朋友的护照没办下来，现在他只好一个人去越南，心中很忐忑，有点害怕，因为东南亚国家治安不太好。有没有新疆的朋友们？我问问你们是怎么办来这个护照的？我前段时间收了个新疆的学生，他去办护照，完了之后他说啊，办护照需要有这个录取通知书，然后才能办护照。啊，我很震惊啊！我觉得办这个护照这个东西不是跟办身份证一样吗？是每个中国人的权利呀。那护照不就是跟身份证一样东西吗？到那地方不是办了吗？反正就是没有录取通知书，就不给你办护照。哎，我真的是服了，我真的服了。去办护照了，家人们，不知道工作人员们都问你们什么？为什么工作人员问我问的特别详细？他要问我的工作，然后我说我是做带货主播的呀。他说你刚毕业呀？我说对，我刚毕业。然后我在烟台租房子，说你没有房子，你刚毕业为什么要做带货主播？不好去找工作做呢？然后之后他还要让我出具我的租房记录，然后我都把我和房东的转账记录给他看了，他还反复看我的聊天记录，是不是有点侵犯别人的隐私啊？不知道大家去办护照，工作人员都问你们什么？我怎么感觉有被侵犯到了？而且我按手印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按对了，然后他就拿着我的手让我按，之后呢还一直不让我看手机，因为我看别人要发消息，我在等我朋友，然后他就一直不让我看手机，他说你很忙吗？
然后我就不敢看手机了，唯唯诺诺的，太恐怖了。最近不少大陆民众发现出国流程变得比以前繁琐了，也比以前严格了。不少人在过海关时都遇到了各种情况，有的直接被劝返回去，有的还可能受到限制，短期内不能再出境。现在边境口岸新增了很多询问环节，不管你是出国旅游谈生意，还是去看望亲友，边检人员都会仔细询问。而且旅客手机里的信息都可能被检查，像微信里的聊天记录等，这些都在检查范围内。一旦发现内容有问题，旅客很可能当场就走不了，已经买好的机票就作废了，签证也白申请了。我们老家现在这边办护照需要提供的资料特别多，像去年的话，你去上海办这个护照就能很轻松办下来。现在不管你去上海还是去其他地儿，他都会帮你打回原籍，让原籍给你处理，给你审理。所以现在去其他地方办呢也没有用，跟在家里办是一样的。现在你比如说你是去旅游的，他需要你提供单位的工作证明，单位给你交的社保，然后还要一个单位给你打的条，就是这个员工在我们公司上班啊，我知道这个员工几月份要出去旅游。只有提供了这些东西之后啊，你才能拿到护照，然后派出所那边还会再审核，还会再调查。如果你跟他说是出去工作的话，那你这个护照基本上就很难下，因为他需要提供的资料更多，一般人这些资料肯定是提供不了的。盘点几个护照最难办的地区，排名第一的呀就是福建、江苏、新疆和西藏。这些地方的人呢，想要办理护照呀，那可不简单，往往呢还需要有很多材料来证明你有正规的签证才可以。其次呀，就是河北石家庄、黑龙江、山西、江西，没办法呀，跑黑的人太多了，基本呢都是一去不回，这才导致了后面的人呢想办理护照极其的困难。一个河南的朋友昨天去办护照不给办啊，因为他是敏感地区的，现在很多敏感地区的不给你办护照啊，然后盘查他10多分钟，他说他去美国就不给他办。我跟你们说一个真的巨离谱的事情，我不是上次去办护照嘛，然后我今天已经办了12天了，快半个多月了，护照还没下来。然后今天有个微信，有个叫黄色的加我，他说哎你来一趟需要做个笔录。哎，我心里想咱啥也没干呢，怎么还要去做笔录了？跟我说护照办不下来，批不下来。博主说他去年去日本旅游，结果回来后护照莫名其妙被注销了，所以他想重新去办一个，结果还办不下来。我是22年毕业，然后之前在国企，我就把我的户口迁移到了厦门，就是大学生引进人才可以补贴到 EW， 然后呢我就把我的户口从老家迁到了厦门。然后呢如果你迁徙到厦门，就是需要满5年才能去办护照。我这心想，我就想着就是已经想着跟朋友出去玩了，结果现在我护照又下不来，而且5年内还出不去。真的，你说无语不无语啊？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平民老百姓啊。我今天去办护照了，跑了1天。上次不说办护照吗？没办。然后呢，证明也没去开，我今天去开了。首先得要什么？现在管控的都很严。首先得去你户口所在地去开一个证明，人家证明你是出去旅游、打工还是上学还是之类的，开这样一个证明。户口所在地开完了之后，然后你再拿去盖章，盖完章了，然后这一项是完了。还有一个就是你有工作的话是1年的工作流水如果没有工作的话是5万以上的存款证明，就是这个银行的存款证明。我是刚好开了一个5万的，但是过去以后他说刚好卡这个线不太行，就是你们要去办的话，我觉得是多开一点，开个10万15万的样子，别刚刚好说开5万。他要求的是5万以上的大额存款，每个地方他要求的都不一样。我们这边呢管控的吧也不算太严，但是要求的也挺多。随着中国经济下行，很多富豪加速移民，北京不少高档别墅都空置了，这些二手豪宅的价格几乎都跌了一半，但是也不好卖。这里是北京市通州区，在这里有一个荒废很久的独栋别墅，别墅房子占地459平米，花园占地2664平米，别墅内外长满杂草，院内树木茂盛。从拍摄角度来看，别墅位置所在地理位置非常优越，
离通州商务核心区5公里，旁边又是新修的6环地下交通网。在这样的黄金地段，而且主体还非常完好，甚至门窗都是安装好的，就差入住装修。近日，博主忐忑的可乐饼发布的视频显示，他来到北京富人聚集地，位于昌平区北7家的温哥华花园别墅小区。他说，他帮一个朋友在这个别墅小区看房，他的朋友是开公司的，打算在附近租个别墅用于办公。温哥华花园别墅小区最早建成于2002至2003年，至今已经20多年，主要由独栋和联排别墅组成。许多独栋别墅的价格在1500万到2500万人民币之间，甚至更高。即便是联排别墅，价格也在1000万以上。博主表示，中国经济下行前，许多富人对政府不信任了，已经转移了财产，转移了财富。在温哥华花园别墅小区，很多别墅都空置了。他透露，带他看豪宅的中介也表示，大部分的小区业主都是有国外身份的，拿了海外的绿卡。业主基本都是50多岁的人，大多已移民海外。看这别墅多大了吗？隐藏在这个密林之中啊！哎呦，好，看见了吗？前方呢有一道铁板，这铁板应该是把这铁栅栏呢给挡住了，不让人呢随便呢进入了。咱们肯定的遵守规矩，在外边看看就行。因为四周呢围着土坡得站在这个土坡的最高处，才能看到这别墅的全貌。但是这别墅太大了，我离着这么远，开着广角镜头都照不了全面。这个别墅呢，您看我拉近了看一眼，因为呢冬天了树叶都掉了，离这个角度呢看一看这个角度呢树挡着有点多，我再换一个角度，这应该是它的别墅的正对面了您看这多大呀！而且建造的也是呢很有气势什么人才能住这房子里呢？我一会儿呢再拿镜头拉近了我看一看，看看这里面到底有没有人。您看这别墅呢窗户设计的都非常的讲究，而且这里面呢也是房间都特别的多，大门呢一片的漆黑，里头看不见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